Feierlich geht es zu bei der Zeremonie im Rosengarten des Weißen Hauses. Als Tag der Befreiung hatte Trump das Event angekündigt. Es ist der Tag, an dem der Präsident dem Welthandel den Kampf ansagt. Wir führen wechselseitige Zölle für alle Länder weltweit ein. Reziprok. Das heißt, sie tun es uns an und wir tun es ihnen an. Ganz einfach. Einfacher geht es nicht. 一觉醒来，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签署所谓的对等关税行政令。美国挑起的史诗级贸易战开始了。4月2日，特朗普宣布为解放日，他还特意在白宫举行了一个盛大仪式，称这一天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是我们的经济独立宣言。难道美国经济还未独立吗？简直像神经病在说话。我们看德美世界报的插图，上面列出了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关税税率，上面的英文词 country 使用不严谨，因为欧盟和台湾都不是什么国家。特朗普的所谓对等税率 10% 起步，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土耳其、巴西等等，你们一个都逃不掉。而一些穷国呢，他们的税率竟然高到离谱，真让人大跌眼镜。按国际惯例，其实应该给予这些国家零关税或者极低关税，比如中国就主动给予一些弱小国家零关税。美国特朗普这吃相也太难看了，要与全世界为敌的样子。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美国关税对莱索托征收50%的关税，对中国征收34%的关税，这些都是特朗普想要惩罚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一揽子计划，很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一些国家受到的冲击会比其他国家更大，然而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巨额关税计划，并未对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产生同等影响。除了对所有国家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外，还存在个别惩罚性关税。具体取决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各个国家是否对美国的产品设置了特别高的贸易壁垒。对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及美国贸易伙伴征收30%或以上惩罚性关税国家或地区一栏，排在第一位的是莱索托，关税税率为50%。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不认识啊，第三个柬埔寨49%。第4，老挝48%，第5，马达加斯加47%，第6，越南46%，第7，缅甸44%。我们看第10位，甚至对叙利亚也要征收41%的关税。他们向美国出口什么产品呢？我们继续往下，排在21位的是中国，它的税率是34%。注意啊，前2次已经征收了10%，后来又增加了10%，现在34%，也就是说对中国产品的税率可以达到54%。我们看第26位是台湾32%， 33位是印度26%。我们想想看，台湾以及印度，特别是台湾是如何舔美国的？比如说台积电宣布要在美国投资1500亿美元。还有台湾执政党，他们是如何跪舔美国的？但是最后你看，美国还是给台湾加一个32%的关税，这个脸打得啪啪的响啊！第36位欧盟20%，整个欧盟这些国家都被征收20%，这对德国的汽车行业等等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假如关税会成为现实的话，我们看最后一位43位，乌克兰也要被征收10%的关税。这是不是特别的讽刺呢？好，我们继续往下。为何俄罗斯未被列入名单？关税清单中没有俄罗斯。特朗普的发言人卡洛琳·利维特向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解释说，俄罗斯未被列入名单是因为美国的制裁已经排除了所有重要贸易。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与侵略乌克兰战争之前相比，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实际上已经大幅缩水。从2021年约360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额降至2024年的约35亿美元。除了美国对俄罗斯的现有制裁，特朗普最近还威胁要对俄罗斯石油的买家征收惩罚性关税。不过，
在美国进口的货物方面，俄罗斯仍然领先于乌克兰。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价值为30亿美元，而从乌克兰进口的商品价值为12亿美元。根据特朗普的关税清单，乌克兰将被征收10%的惩罚性关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不在清单上。利维特向 Axios 证实，这是因为特朗普已经对这两个国家全面征收25%的关税。关税生效后不久，他对某些产品给予了1个月的缓期。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俄罗斯没被征收关税，这说明了很多问题。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西方联盟，他正试图与俄罗斯合作，以削弱中国。这些都是暗淡的前景，但更重要的是，欧洲要为自己而努力。美国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东西。继续往下，他为他的好朋友普京破了例。普京知道如何利用缺乏智慧的人。这是跟帖。当俄罗斯供应天然气让德国形成依赖，普京也知道这一点。下一则，对关税的最好回应是修复北溪输气管道。继续往下，我担心我所熟悉的世界正在慢慢走向疯狂。这是跟帖，全世界掌权的人几乎只剩下疯子了。下一则，没对普京征税是因为贸易额太低，但对福克兰群岛征税41%，很明显是因为贸易额巨大呀。德国之士点评一下，其实这位网友是在讽刺啊，因为福克兰群岛它与美国的贸易额绝对是非常小的。继续往下，哈哈哈，莱索托位居榜首，马斯克是否与这块南非飞地有仇啊？下一则，我非常想知道，普京手里有特朗普的什么把柄，或者这仅仅是独裁者之间的灵魂伴侣关系？继续往下，他甚至不知道这些列出的国家在哪里。再往下，任何去过美国服装店并看过标签的人都会注意到，几乎所有商品都来自东南亚。看看美国人能从哪里如此迅速地买到价格实惠的服装，这将会很有趣。较贫穷的美国人可能不得不自己缝衣服或者买二手的。谁知道美国自己的纺织业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再往下，如果所有这些国家都禁止并停止与美国贸易，美国实际上会怎么做呢？下一则，今天上午最受打击的是美国股票，德国股票的表现相对温和，中国的小米走高。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对自己和美国造成最大的伤害。继续往下，那么美国的物价可能会暴涨，我认为来自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土耳其等国，以及部分来自欧盟的商品，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将不再负担得起，尤其是服装、玩具、电子产品和机器零件。完全在美国生产的同类产品可能不具竞争力。我无法理解这一策略如何能够实现美国优先，但我只是一个愚蠢的科学家，对全球经济问题知之甚少。下一则，越南关税46%，特朗普希望美国人能够再次自己缝制足球和 T 恤，那么一个足球的价格为350美元，沃尔玛的一件 T 恤价格为95美元。满意了吧？我很好奇美国人要花多长时间才会起来造反。再往下，现在中国出口给我们的东西会泛滥成灾。下一则，欧洲现在必须果断、迅速地采取行动。第一，要标出美国产品；第二，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第三，对美国商品征收同等关税；第四，用关税收入来扶持经济。再往下，对于特朗普来说，美国优先意味着，由于马斯克的介入，许多人在美国失去了工作。作为回报，他们不得不为外国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再加上通货膨胀，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正在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朋友们，最后看一些《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到那时，美国人将不再买得起这些商品，许多产品将不会在美国生产，或者根本无法在美国生产。现在是时候对在欧洲的美国 IT 公司征收高额税款，并最终开发欧洲替代品了，购买欧洲产品。继续往下，我真的厌倦了这个小丑，我累了。再往下，没有美国的全球经济也应该照样运转。下一则，快对元宇宙、谷歌等公司征税，美国人也会感到痛的，必须这样啊。继续往下，第一个影响，美国的所有东西都会变得更加昂贵。但好吧，这不是我的问题。有趣的是，福特将汽车进口到美国，就像宝马和奔驰从美国出口汽车一样。宝马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现在让我们与加拿大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转向中国，让美国自娱自乐吧。那是美好的80年，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再往下，特朗普需要明白，买美国汽车是因为他们太糟糕了，人们不买美国汽车是因为他们太糟糕了。我想不出任何一件高质量或值得购买的美国产品，麦当劳、劣质汽车和劣质衣服。下一则，谁能理性的向我解释一下，就一个人怎么可能通过所谓的总统命令将全球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呢？因为这个法西斯分子强烈反对通过任何法律，但喜欢在任何文件上潦草的签名，这怎么可能呢？美国有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具有民主合法性。但是一个疯子怎么可能彻底破坏这些机构呢？如何做到的？这可能是宪法的一个根本性错误。下一则，请也对来自美国的新闻征收关税吧。现在是我们制作自己的新闻的时候了。继续往下。第一，如果美国人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他们就不必用关税来保护自己，免受国际产品的侵害。第二，现在是时候对在欧洲的元宇宙和亚马逊等公司征税了。第三，大幅度提高鸡蛋的价格。德国知识补充，因为美国那边的鸡蛋紧缺，鸡蛋的价格变成了天价。美国人在国际市场上到处找蛋，也从欧洲进口鸡蛋。所以这位老兄认为应该大幅度提高鸡蛋价格来惩罚美国。再往下，他如何得出这些税率的，仍是一个谜。下一则，美国现在最大的国家灾难就是这位总统。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中美洲、南美洲、中国、南朝鲜等等等等，现在应该相互降低关税，以抵消这一影响。这会有点困难，但4亿美国人对抗世界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好吧，朋友们，看来现在即使是把美国视为盟友的德国人，也不满意特朗普的做法了。看来特朗普确实与全世界为敌啊！这会极大损害美国的声誉及可信度。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